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。这3只手表，我相信大家不管是影片还是实物，都已经看了非常的多。那这3只手表它戴起来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。从最左边这一只，它是浪琴最新出的绿色康卡斯潜水系列，这只表盘是43毫米，中间这只蓝色的康卡斯是41毫米。右边黑水鬼是40毫米，这3款手表的颜色、尺寸都相当的热门。那它实际上戴起来的感觉，它优缺点在哪里呢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佩戴之后的一些建议以及意见。那每个人的手型大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如果你戴起来跟我的感觉有不同，那也是正常的。所以这些东西都仅供参考哦。那这3只手表呢，我都有佩戴过。那我们就先从最右边这只开始讲起。它的表径大小是40毫米，这只手表戴起来的话相当舒适，也相当的百搭。而且它的颜色就是黑跟白，中规中矩。40的表盘戴起来也非常的利落。还有就是它在表耳的部分，它在表耳的话内收的这个角度是突然加大的，再加上它整个表链是由宽到窄的一个设计。都会增大这个表盘它看起来的视觉效果。那这个手表它的好处，我相信有千百种。那我们且不论它的品牌价值，也不谈它的机芯跟它钢的材质，这些都不谈。我们光凭它佩戴起来以及实用性来讲的话，我有几点建议。第一个就是它后面表耳下方的这个尖角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上方做的弧度是让它整体看起来的完整性。可它下方的这个尖角这个部分的话，常常会刮到我的手，或者是我的衣服等等，就是这个角大家可以看得到。那不知道你戴这款手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呢？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点哈，就是它表耳跟表耳之间，它基本上就是完全水平线，可是它在表后盖却凸出来一块非常的明显。所以在我长时间佩戴，从早到晚佩戴之后，它跟我手腕的接触其实并没有100%的密合。像我戴起来的时候，有些时候，尤其是流汗的时候，会有一种相当不太舒服的感觉。那不知道各位表友戴这款手表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？我觉得这款手表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，也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地方，就是它后面的表链除了有1格以及半格可以做拆剪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可以做微调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的微调，有些时候我早上起来手腕是比较窄小的，到了下午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点点水肿的，所以我可以从这边去调整我的表链的长短，让我戴起来的舒适性会增加非常的多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设计。而且我当时买这款手表的时候，我就多拆了一个表链，因为我觉得让整体手表它的重量会来得轻很多，所以佩戴起来的话舒适性也相对好了。所以综合几点，我就觉得这只手表的话，它整个设计来讲的话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唯一对我个人比较不方便的几点就是，它后面的表耳的这个比较尖锐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些时候确实会造成我的困扰。还有后面这个表背盖，它在佩戴的时候，有些时候跟我的手腕接触时间太久，会有一些不适感。那其他的话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如果它可以做到41的话，我觉得那就更完美了。因为有些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，搭配一些服装来讲，我会觉得40会有一点点的小。那这个个人见仁见智啊，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尺寸就是完美，可对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小了一些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只手表，这一只是41毫米的浪琴潜水康卡斯。这个颜色它做的非常的绚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太阳纹的一个表盘，它整个一个放射性，不管在各个角度看起来的话，都非常具有特色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表圈旋转起来的感觉，它非常明显就比劳力士的紧了非常多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比较新的手表才有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待会儿可以试一下另外一只，可是它在旋转的时候是非常的紧。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只手表，它有一些我戴过之后其他的一些感想。一个就是它的表圈
它在旋转的时候非常紧。虽然我不潜水，可是有些时候我去停车的时候，我用这个来计算停车场的时间还有多少时间。那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有介绍这一方面的一个功能。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护桥，它的护桥做得非常好，对这个表冠整体的保护来讲也非常的不错。可是就有一点就是，在我在转这个表冠要把它打开的时候，它这个护桥做的太过于高以及宽广，对我的手指操作来讲的话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顺。那这个我相信是可以克服的。像劳力士的话，它在转开表冠的时候，它是会自动弹开。可是像浪琴的话，它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。你可能自己要稍微转了几圈之后，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，其实它已经打开了。那在上链的感觉跟劳力士的相差是不大的。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，我还有发现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浪琴它康卡斯设计的，它后面整个的这个表耳到表耳的距离，它不像劳力士做的是完全是平的，它是做有一个弧线的。那这个弧线呢，会让你佩戴起来的话，跟你的手腕的服帖度来得更好。而且它后面做的话，不是局部的突出，其实整个平面跟表耳它做的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设计，所以跟你的手腕的接触面会来得更大一些，佩戴起来的感觉也会来得更好一些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戴上去之后的感觉哈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这个手表整个的服帖性会因为它表耳如此的设计，让它跟你手腕的服帖会来得更好一些。那这样的设计有好也有坏，它就会让整个手表看起来的话，它的面盘会感觉比较小了一些，因为它的表链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距离，再加上它表耳到表耳的距离是比较长的，它的宽度不像劳力士，它是有做一个骤减的，它宽度跟表盘的宽度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异，所以整体表看起来的话会相对比较小一些。所以它的尺寸虽然是41的，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跟这款手表戴起来，它的感觉其实两款是非常相似的。这个是41，这个是40，可是以它表耳的设计以及它表链的设计，整体看起来的话，会觉得说这款手表比较大，这款手表会稍微小一些。那我们待会儿可以比较一下41跟43两个所佩戴起来的感觉。它除了表圈的旋转，以及旁边的这个龙头护桥旋转的便利性，这两点来讲的话，它还有一点是我觉得，如果在这方面做一个改善的话，我相对会更喜欢这只手表。就是我们会因为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，会去拆一些表链，那它的每一个表链的长度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会讲说这个是 One Link。那很多手表在设计的时候，像是 Omega、劳力士，它都会做 Half Link， 就是它会做一个是一半大小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款手表，你就知道我大概在讲的意思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一个完整的 Link， 那这个就是 Half Link， 所以它可以因着你拆卸不同大小的表链，去让这个手表跟你的手服帖度以及舒适性会来得更好。那浪琴它的设计的话就没有这个设计，它虽然在后面做了3个细微的隔孔，可是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你有做一个或者是半个表链，这个的设计来得更方便一些。如果它在表链上面多加2个半格的设计，再加上后面3个细微的孔，那它戴起来的整体性以及舒适性就会非常好。因为毕竟它是潜水表，一定会有人戴这款手表去潜水以及下水，与你手腕的舒适性以及佩戴的这种服帖性，我觉得是相对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款手表。这款手表的话，它是最新出的绿盘，就是一般浪琴经销商都可以贩售的橄榄绿的表盘，然后43的表径。那它在设计上跟刚刚这只蓝色，它们两个是几乎是一模一样，除了颜色以及表径的不同，它的机芯以及它动力储存的时间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43的表盘，因为大家要看到我刚刚戴41的表径上手的感觉。那这个是43的，我们戴上手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43的表径，43的表径戴到我的手腕上呢，我觉得会有一点大。可是见仁见智，每个人手腕大小不太一样，所以也许在你的手上戴起来的话是比较刚好的。那我觉得这个颜色的配色的话，其实我更喜欢的就是这一款非专卖店款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表耳到表耳的距离的时候，因为它的表盘大小是比较大，它表耳的长度比较长，
所以它已经完全超越我的手腕了。所以大家如果去专卖店试手表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到一点，就是这个手表的表径，它如果有的选择的话，你就选一个真的是非常适合你自己的，因为表盘的大小多2毫米跟少2毫米，对你佩戴的舒适性还有日后的整体感，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环哈。这2款手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就是左边是43，右边是41，那2个手表机芯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唯一的区别就是2个颜色不同之外，就是表径，这个的表径比较小，这个表径比较大，然后这个就是表耳 lock to lock 的距离是比较短，那这个距离是比较长。手表在看的时候，如果你在查找资料的时候，它有做不同的尺寸，你一定要把每个尺寸戴上手试试看，因为些许的不同，让你佩戴的舒适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。右边这一款呢是已经问世一段时间的，那它在表盘的设计，不管是蓝色、黑色或者是灰色，它都是属于这种太阳纹放射线的这种呈现方式。那左边这一款新款的绿色的，它的表盘不管是专卖店款或者是一般经销商款，它的表盘设计就跟以往大大不同啊。那这个的话，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找一下资料，看看实际的图片，它的差异在哪里。那如果你喜欢这2款手表，想要去购买的话，那我还是建议说，先到专卖店去试试看，去了解一下整个手表它实际上上手之后的感觉。先撇去价钱不管哈，就是每一个手表在每一个人心中它所产生的价值，我觉得这才是相对来讲更重要的。那最后再强调一点，就是浪琴的康卡斯，它在动力储存来讲的话，有到64个小时，这个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惊艳的一个设计。这个代表着说，如果今天礼拜5我下班的时候，我把手表拿下来，等到礼拜1早上我把手表戴上去的时候，它依然在转动，就是我整个周末，即便我不戴表，那这个手表的话，它也不会因为动力储存不足而停止了。这是我觉得64小时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。刚刚还有说到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旋转一下它的表圈，感受一下这2款转起来的感觉是不是都一样，有点卡卡的。那可是我觉得卷这一款起来的话，就觉得非常的顺，而且它的声音也是相当的清脆。2款手表我确定都是全新的，那我们再来转这个给大家听听看，完全不一样的2个感觉。这应该跟表径的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我等改天到公司我再转转看其他的手表，看看是不是比较不同。可是2个同一个品牌的手表，只因为表径不同，它转起来声音就不太一样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声音非常小，可是转起来的话是非常的顺。因为所有的表圈都是单向旋转表圈，所以没有所谓的安全顾虑的问题。不管是劳力士还是浪琴，它在右手边，你如果是顺时钟方向旋转的话，它都是不能转的。所以对我们的安全性来讲的话，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差异的。好啦，没有要补充了，拜拜。